这一段访谈咱都安静下来了，它真的内容还挺好的，因为你想看，饱满充分，精彩。我觉得最终拿到 offer 的是胡先煦老师，在这个表现当中，已经剪的很多了。我们那天我回去之后，我嗓子都哑了，叭说啊。精彩的部分哇！而且我理解的为什么先煦刚才也来说，他们俩难分伯仲的感觉。对呀，我也是看了才想起来，他们一个在那儿溜缝，一个在那儿做内容。你说这你怎么分呢？而且最关键是他俩拿的提纲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在打配合。而且因为他俩人的配合，整个场子的气氛也非常的融洽。然后也很火的，大家聊天聊的也推心置腹的，我就觉得这个就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或者某谁的贡献大能决定的了，就一定是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我觉得当然嘉宾好有关系啊，有关系，有很大关系。但是他们在现场真的是有一颗心，叫做我的确有这个困扰，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困扰，我想从你这儿得到一点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导致那个谈话场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谈话场，而不是主持人在表演提问。对，就你记得那个之前采访伊丽静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在表演提问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但他们内心那个真实困惑的那个部分，是他们在原有的提纲里就有的吗？在看前两个 cut 之前，我觉得可能是稿子里没有的。我看完前两个 cut 之后，我觉得可能稿子里也有，感觉他俩老在设计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的判断，他们的稿子里是有这一批问题的，就有自己处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在鲁豫身上学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叫问真问题。你知道有很多主持人采访的时候会问一些他们觉得有趣的问题，而不是发自自己内心的真的好奇，真的想问。所以真问题是特别容易搭建谈话场的，因为你立刻就会知道问问题这个人是真想知道，他是真诚的，就他内心是真有这个困惑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真的学到了采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华，叫做问真问题，不要表演问问题。但是其实挺难的。我自己的感受里面有非常难的难点，是在于我自己内心的真实困惑，跟预期受众大部分人共同的真实困惑，找共情点嘛。对，它的重合度有没有够高？有的时候可能要足够的经验。所以你得找到那个有共情点的真问题，就变成了好采访。大多数人的困惑的那个是最难的。所以这才是那个高手带教的价值，对吧？是，他们上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对。不过刚才在整个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先煦说的那一段，那一句话震撼时刻，说每一次都只差一点儿，但是我的整个人生甚至都只差一点的那个瞬间，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自己的职场中有没有那种被一句话砸懵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这种印象或者经历。李诞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一句话点透的那个瞬间。李诞一直说我是一个社恐，他是第一个说我社恐的人，因为他经常会带着我去见一些朋友或者是啥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会拒绝。他说你要学会享受这种状态，你要享受大家在聊天过程中你可以不用去付出的那种状态，你要相信一句话叫这个世界上你值得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你就相信他对我好，就是因为我值得，我不需要知道为啥了。那你不要再去深挖他对你好了，你以后要怎么着？他是不是图这图那？他是不是你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因为你说了这句话，他才对你好？他说你不用想，他既然对你好了，你就相信他当下就是没有原因的对你好，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他对你好就好了。当时确实就会让你放松下来嘛，就会让你更坦然的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善意和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你后来相信这句话了吗？相信了，越来越相信了。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对，就是这是个没法用理性去判断和接受的一句话，但是你要感性上一点一点去相信和接受它。哎，这是我问你个问题啊，就好比说那个，我要是对你特好啊，然后有一天我求你一件事儿，那件事儿呢，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但是会让你为难，你会做吗？我以前的我会做，但现在我会非常迅速的拒绝，
其实接受了这一句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也接受无缘无故的失去爱了。就是你接受这句话，你就是两面的嘛。你接受了无缘无故的爱，你也要学会接受无缘无故的失去爱。就是你敢于失去和敢于接受，我通过这句话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拿属于你的那个东西就好了。因为你有时候会让你很为难的那些关系，会让你很纠结、痛苦的那些关系，他们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你就让他来或者走就好了。接受不劳而获，接受不翼而飞。对，哎，高级 ，No reason， 天哪，这个世界。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有一句话，其实还影响我挺深的，是我看足球的时候，贺炜老师，就我特别喜欢他的解说，是的。然后他就说过一句，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啊，然后就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有些时候，你像我在学业啊，还有其他方面，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竞争嘛。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也会有那种，哎，我要是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绩，或者说啊，我想考个第一，我没有考到怎么办？但是在我真正听到他这句话，然后我去理解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过程中我的收获，而且我也认为就是困难是解决不完的。你这一刻的成功，只是你在这一个评价体系里面的成功。当你完成这个评价体系，跳到另外一个评价体系之后，你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哇，你这个完全应该刚才这个 cut 直接送给子泰和王玉，我觉得对他们也是极有启发的一个感悟。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是的，是的，人是有无数个评价体系。对。子琪呢？就是我拿我练球那个阶段来说吧，我谈不上喜欢或讨厌，但我更多的是跟自己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网上看到那个缘起性空还有三句义，其实是和智胜接受无缘无故的爱和接受无缘无故的不被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看到他，但是又看空他，然后又接纳他的所有，就是他来是缘，走又是空。对啊，来是缘，走是空，空才是常态。缘聚缘散，缘起缘灭。我反复看那段视频，我看了 N 遍，然后当我慢慢，我突然理解了他说的意思之后，我发现我对于很多事情的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很多事情就是我去追逐他，但是我不是为了追逐他。大师，子琪大师。还得先做个人，做个好人，做个有真情实感的人，然后那些话语才会出现。哇，哎呀，刚才大家各自分享了各自的顿悟时刻，我没想到《金刚经》在里面都出现了，就是缘起性空，本自具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修行的过程。但是呢，修行也在屏幕里不断的继续。现在是到了我们需要修行的过程了，我们需要选人，2组，2队，各自我们要找出一个名字。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举手投票。我们从双家组开始。双家这个真的很难，好难选，好难选。就55分，他们这一局55分。觉得刚才节目表现当中，雨佳的表现更胜一筹的3、2、1，请举手。4票，我的天！我觉得首先来说，这2个真的是各自只是发挥出来了不同的特点，没有所谓的谁输谁赢之分。然后因为我是脱口演员，我能带入到，川儿哥跟小慧的那个语境里边，我会感觉我在那个语境里边跟雨佳聊天会更放松、更轻松自然一点，因为雨佳可能是松弛下来了。他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聊天的一个环境里，而不是作为一个访问者或者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作用存在的。所以说我感觉在那个聊天场里，我会更喜欢雨佳一点，所以我就会把这一票投给雨佳。我是感觉
确实像志胜哥刚刚说的一样，他们两个在就是前面的娱乐新闻播报上面就是风格的差异，然后后面的话我会觉得说雨佳师姐她在接一些问题上面会更自然，然后方向也具体一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观察到的，在结束之后，她也是一直在跟嘉宾进行这个互动，然后询问他们的感受。老师们觉得刚刚的聊天还挺轻松的吧？还好啊。他是一直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直到他们电梯关门之后。所以说，我愿意把票投给雨佳师姐。这个细节观察得很好，细节很棒。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举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你知道那个最后送嘉宾去电梯的时候，然后雨佳走在前面一直在聊天，然后佳宁其实是往后落了一点。有个小细节。所以我们的代教老师真的很细心，因为其实干记者也好，你做娱乐新闻播报也好，你是免不了要跟人打交道的。是，只要你要跟人打交道，其实你从实习生的时候就要学会，就要见嘉宾的时候就要先聊起来，你是不能沉在自己的稿子里的。是的，这也是我投票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雨佳跟节目调性贴合度对更匹配、更契合。其实我的票已经决定不了我们这个，对吧？那你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他是电影学院的。所以你投给雨佳呀？哦，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行业里有师兄师姐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这个是。先旭呢？我投这一票不是说我觉得他俩谁能分出一个谁更好，我只是觉得这个佳宁作为一个踢馆选手，首先他有一个自己的压力在。我们在看第一段的时候，他还在熟悉环境呢。对。然后呢，他其实完成了很好的一个兜底的工作。他们发现没有稿子的时候，这个雨佳出去了，然后佳宁迅速补位，然后和嘉宾进行一个沟通，包括娱乐节目需要讲娱乐性。但是他又问了一些真正有深度一点点的问题，他在负责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轮谁表现更好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还真挺难判断的。都是毫厘之间，其实。那第二组，子泰王玉，这个更难了。我把票投给邓科。我把票投给你。我们全票投先旭吧，我天。投先旭。觉得在这一组镜头呈现过程当中，子泰更胜一筹的，3、2、1，请举手。哇哇，这么平均，这么平均，3v3，很少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理由就很重要了，就我们各自陈述理由，然后看能不能说服一下。好，我们现在马上组成辩论队，正方三辩，就绪，稳了。3打3，第二轮2打2，最后1v1，1打1。我的天哪！我先聊吧。一辩发言。我觉得首先他这一轮，我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积极。他这一轮非常非常积极，无论是找代教老师去询问建议也好，还是去查找资料，以及在整个的谈话场过程中，他主动的去捋主线，然后主动的去把这个深度拉齐，或者是然后跟嘉宾去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呀，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我看到不一样的王宇，他把他自己的那些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太合适的那些特性，在这个场合中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展示给了我们。所以说我看到他能够有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我这一票可能投给他了，投给了他的积极和改变。我方派出一位辩手，我来吧。好，因为我这个是最不客观的，因为这个选择是我亲临现场。对。但如果我作为一个纯被访谈者的话，这个紧张会给我一些压力，会让我更去积极的调动，非常有点怕冷场。所以子泰给我的那种安全感，会让我在心里给加分。他们两个人都在这个场子里面特别的优秀，
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考试来看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去分辨出谁输谁赢，因为两个人的分工不太一样。他们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但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考试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会因为觉得说，可能王玉在播出的视角承担了更多主线的这个任务，承担了更多这样流程上的串联，我会把这个票投给他。拉主 key。但是有没有可能子泰他也可以做主 key， 但是他发现了王玉在承担主 key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甘愿去做了一个捧哏呢？有道理啊！你就开始靠幻想来辩论了。幻想，这是叫做合理推断。合理推断。3遍，全林老师。我给王玉这一票的原因是因为你的问话。你在那个访谈里问说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要的是那个 offer， 还是为了上这个节目得到更多的关注，让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更顺畅？对吧？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现实而精准，黄金问题。对。然后呢，说到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子泰的眼睛红了？他眼眶又红了一点。对，他还捏了一下眉。所以他重新思考了一下自己要什么，他在认真的聆听。如果在难分伯仲的情况底下，一个人的内心已经有了收获，那请允许我把分儿给另外一个人。这也可以。姐善良是善良，不一定准确呀，姐。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现在的判断就是准确的呢？我们都认为难分伯仲。是在不准确的情况底下，一个人得到了真谛，内心得到了成长，那我们就把分儿给另外一个人吧。你便也出现了一个靠幻想的。来吧，理性，宇宙中心。我心目中的理由是这样，我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做判断的核心原因，就是我在假想，抽掉其中一个人，哪个对这个节目影响更大？假设把子泰拿掉，这个节目更不成立一些。就子泰他在里面的那种困惑，他的那种灵动，包括他在中间不断的看起来只是串联的作用，但是他奠定了那个整体谈话场的基调，他让这个谈话场成为一个青春的谈话场，然后他的那种真实的困惑和那种就不藏拙的那种真实，使得对面2个人彻底的打开了话匣子，愿意跟他来聊。但是王玉如果拿掉，我反而觉得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王玉有非常大的进步，但他没有解决他真让我感受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之前产生出的问题，我的观感并不是深刻，是模糊。他的表达会给人留下一种模糊的深刻。在他那种模糊的深刻对面，子泰是一种很灵动的真实，而灵动真实赋予了这个青春谈话场以灵魂，这是我给子泰投票的原因。我要是你们，我都改票了，我要。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轮投票，这一轮的投票直接决定我们的盖章。觉得子泰更胜一筹的，请举手。完了，白打了，完了。因为我参与过鲁豫老师作为评审的那个节目，所以我觉得鲁豫老师会更偏向于王玉吗？子泰。王宇。你这不是硬来吗？我也参与过一个鲁豫老师这主嘉宾的节目，但是。那怎么弄？对啊，鲁豫老师会怎么选呢？我在最后说一个吧，最后一个观点，盖棺定论理由。鲁豫老师就在现场，他氛围他是能感受到的。哦，有道理。我们是根据刚才剪出来的片子判断，但鲁豫老师根据那2个小时整体的表现判断，而知道这2个小时的只有先旭。哎呀，不行了。我还是相信小胡2个小时的判断，然后如果输了，我再狠狠的侮辱他。
你要干嘛？志胜哥，你听我说，你就算猜得再准，这 offer 也不会给你。好，子泰，来，觉得子泰的，3、2、1，请举手。4票，盖章。来，有请飞行嘉宾先旭到我们的这个盖章板前。天哪，史上最纠结的一次投票，快打起来！我们刚才决出的是 offer， 然后子泰 offer 表现得这么好，值得我们给他盖个章。好了，我希望我们此刻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此时此刻弹幕是不是也是正在心跳加速？给在座各位和弹幕的 offer 进行一个温馨提示，可以呼吸。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